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9月25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的短线止跌了吗？因为发现比特币又出了一个看涨楔形的形态，包括昨天视频有聊到的比特币熊短牛长，或者等下也来聊一下周线的高斯通道线，有些朋友也是让我再聊一聊这个高斯通道线，目前到底中轨会不会撑住啊？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啊，确实这边有几个高点的位置连到这个高点，或者是这几个低点的位置，感觉是有一个很小的看涨楔形的形态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也不排除这个位置 26K 有可能会撑住啊。很多朋友在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跌破 25K， 包括周线的高斯通道线，中轨也是在 25K 附近。个人观点，它是很难跌破。我们观察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的形态，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观点，一般熊短牛长，如果是这一个箱体跌破 25K 的附近，就是它第二天这一个不应该收这么强势的一根多方的吞噬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25K 很难下去。然后前面2天有跟大家聊到，其实在这整个大箱体的区间，它里面是有很多组多方抵抗的 K 线，最强势的一根就是这一根。如果我们去比特币 69K 的高位倒过来的一个形态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在高点的位置，当时这边不是有一个箱体震荡的矩线，它往上突破，后面在这个位置就不应该遇到一个停顿，甚至在第二根继续往下跌。这3根 K 线组合，如果是在股市里面，它有跳空的一个十字星，它这3根组合起来就非常像高档的黄昏之星，这种是看跌的 K 线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关键的箱体的整理位置往上突破，你就不应该再回到这个箱体，不应该再回到这个箱体。所以倒过来的形态也是可以应用啊，在历史的很多底部的位置都有这种技术形态，就是关键位置你破位就不应该再强势的返回到这个箱体里面。所以我的观点，这就是主力挖坑的位置。如果真的是熊市，这种整理到位崩盘一般都是马上给我直接往下崩，熊市不会留这么多的时间还在这个位置慢慢整理。所以我的观点，现在有可能就是在震荡。然后这2天我们去留意一下，前面这一根不是有一个多方的拇指线，明天也要去观察，如果这个位置它能守住是最好，能不能收出一个多方拇指线，因为刚刚是有一点上涨啊，但是现在感觉还是红色的结构，所以明天我们观察会不会再收出一组多方抵抗的 K 线，或者是这2根，那既然是一根多方的吞噬，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上沿的位置大约是在$25,800美金，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的高斯通道线哦，再来聊一下时间，因为昨天不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熊市的时间一般是非常的短。那我们看高斯通道线，红色的通道转红的时间，2022年到2023年的这个位置，7月份左右，它整个通道是红色的通道，是进行了400多天。或者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这个低点位置，时间相对比较短，是266天。不过我们细心观察一下，在历史上比特币2015年的熊市到这个位置，它是进行了400多天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这个高斯通道线红色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，何况现在的高斯通道线它已经是转绿，那有可能压回这个中轨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 25K 破位，也就是在这个低点周线里面，它就是在撑这个中轨，不然我的观点有可能还是需要震荡，到时候会不会去往上突破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下方的整个底部的区间，历史上它如果转红的位置后面再跌个 50% 左右，到这个2万下方，或者是到这个 15K 的低点，它是跌了 55%， 就是这整个区间都是比特币非常超买的区间，底部买完的话就尽量给我持有，目前还没有达到像这种大级别的分流，这种买对的筹码不要随便卖出，因为第一波只是小利润啊，大利润都是在后面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19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当时跌破
高斯通道的下轨到这一个$3000附近，这个位置只要它价格破下轨，然后继续跌了不到50%哦，因为19年的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强势，第一波直接涨了3倍，它这个位置跌下来也就跌了40%，然后$3000附近就是底部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一样，高斯通道它跌破下轨，然后转红的位置我们拉到底部的$160多，跌了53%就是底部。然后它在底部的位置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整理，有第一波上涨，在这个位置继续200多天的整理，有一波上涨，或者在这个位置继续有200多天的整理，继续上涨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高斯通道只要转绿以后，后面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，到这个转红的位置是在2018年接近2019年初哦，所以这个高斯通道在2016年或者2015年底的时候，持续的时间是长达2到3年，一直都是绿色的通道，所以有压回的位置，包括现在我个人观点，有压回的位置，你还有资金现货我都不反对哦。因为我个人观点，现在它通道已经转为绿色的结构，有压回来的位置，而且这个 25K 支撑就是非常的强，它有可能不排除是不是在整理时间，类似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整理完，它会不会往上去爆发？因为目前周线的高斯通道它是绿色的结构，我的观点也不排除啊，因为历史上有这种经验，只要高斯通道转绿，每一次有压回或者是有黑天鹅事件，有大跌的低点，最终也有可能会继续上去啊。因为这一个高斯通道只要转绿以后，它是很难转红。那目前为什么在震荡？之前也是有讲过，2周的高斯通道目前还是红色的结构，所以希望朋友们耐心一点嘛，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，过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往上去突破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